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公司破产后，谈了7年的男友因为我左脚先进门跟我分手。分手当晚，他更是转身绑上年薪100万的职场女强人。可他不知道，我名下还有10几家公司即将上市。本频道将为您讲述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，也许有些故事会让您热泪盈眶，有些则会让您感叹人生百态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老婆，我给你煮了茶叶蛋，记得早点吃哦。公司破产后，我回到和男友的出租屋，打算整理下工作文件。可看到冰箱上男友留下的便签后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就像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凉水，浑身麻木。我对鸡蛋过敏，记事起，我就再没吃过鸡蛋。我和男友从大学恋爱，相恋7年，他不可能不清楚这一点，除非一个恐怖的想法瞬间从我的心底生根发芽。这张便签不是留给我的，而是留给另一个我不知道的女人。可这样荒唐的念头刚刚浮现，就被我一把掐灭。我和周豪在一起7年，是朋友里公认的模范情侣。毕业那年，周豪更是拒绝了家里的安排，选择和我来到这座陌生的大城市打拼。创业这几年，他更是和我一起经历了无数的风雨。为了跑业务，我时常通宵工作，怕打扰周豪，我索性每晚就在公司的沙发上休息。即使前不久我投资失利，公司破产倒闭，他都还在安慰我，一定能东山再起。在我的公司破产倒闭后，周豪为了补贴家用，最近更是常常主动加班，一直工作到深夜才回家。周豪他又怎么可能背叛我们7年的感情，趁我在外创业，和别的女人搞在一起？我当然愿意相信周豪，可便签的内容却如同一枚钉子，死死地扎在了我的心里。犹豫再三，我索性撕下便签，打开了冰箱，准备一探究竟。而当我看到冰箱内的景象，我顿时长出了一口气，放松了不少。冰箱内除了一些速冻的面点，几乎什么都没有。便签上提到的茶叶蛋，更是无稽之谈。我摇了摇头，关上冰箱后，我顺手将便签扔到了垃圾桶里。我想，可能是周豪最近工作压力太大，这才一时迷糊写错了。等我再次抬头看向窗外时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。一想到自己居然对加班工作的男友产生了这么龌龊的猜想，我的内心便升起了一阵强烈的惭愧感，恨不得现在就钻到沙发下面。今晚，等他回来，我一定要好好弥补他。叮叮，正当我想着要怎么给男友一个惊喜时，手机屏幕却突然亮起，发来了一条支付短信。我顺势划开手机，打算给男友下单一件礼物，作为补偿。可我只是瞥了一眼短信的内容，便瞪大了双眼。叮，您的账户已于11月11日晚7点，在君悦盛庭消费双人套餐，共计7000元。看着手机上的支付记录，我整个人不由得发起抖来，全身的筋骨都在触动，牙齿和牙齿都忍不住发出互相撞击的声音。我强撑着身体，看了眼手机时间，11月11日晚7点。
就是今晚，周豪不是应该在加班工作吗？他怎么会在君悦盛庭？和他一起吃饭的那个人又是谁？一连串的问题接踵而来，如同枪林弹雨一般，彻底击穿了我内心的防线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周豪他难道真的背叛我了？此刻，我觉得有万千斤压在我的胸口，胸膛内里有什么东西硬生生撕裂了一道口子。我猛地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着快要乱成一团乱麻的心。或许一切还有转机。我抱着最后一丝希冀，颤抖着点开了他的头像。可点开聊天框后，我的心仿佛要飞起来一样，在胸膛里乱撞。张开嘴半天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沉默良久，我才颤抖着发给周豪一条消息：周豪，你还在公司加班吗？发完消息后，我只觉浑身的力气仿佛在一瞬间被抽空，整个人顿时瘫在了地上。我死死地盯着手机屏幕，等待着他的回复。虽然只等了几秒钟，可我的心此刻却如同有成百上千的蚂蚁啃食一般，每一秒仿佛都在炙烤我的内心，让我坐立不安。足足过去了10几分钟，周豪的头像旁才出现了正在输入中的提示框。看到他输入消息，我的心此刻也提到了嗓子眼。如果他真的骗我说自己还在公司加班，那我们这7年的感情，最后又该如何收场？好在，周豪的回复彻底打消了我杂七杂八的念头。没呀，我在陪客户吃饭，眼看他并未骗我。我的嘴角不由露出了一丝笑意，心中悬着的那块巨石，此刻也终于落了下来。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和真诚。看来，一切都只是我想多了。毕竟周豪的工作，经常会和一起企业高管对接。君悦盛庭又是本地最高档的商务餐厅，请对方在那里洽谈业务，也是很正常的商业宴请。我不禁拍了拍自己的脸，觉得公司破产后，自己可能有些太过敏感了。男友还在为了未来加班加点的奋斗，自己怎么还能窝在出租屋里，想这些子虚乌有的东西？我这么想着，顺手回复了周豪的消息。那就好，你在哪儿吃饭？等会我去接你吧。可这一次，周豪却几乎秒回了我的消息。不用了，我和客户就在公司附近吃饭，晚一点儿我就回去了。看着屏幕上的消息，我全身的血液像是凝结住不流了，心像被是老虎钳子钳住，用力地撕扯着。君悦盛庭地处市中心的商业街，和他平时上班的地方隔了10几公里，坐地铁都要好几10分钟。这就是所谓的在公司附近。我颤抖地合上手机，黑漆漆的屏幕衬映着我那毫无血色的脸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抬头看向窗外，试图转移自己的注意力。可无边的夜幕仿佛浓墨般重重地涂抹在天际，连星星的微光都一同被遮蔽。一想到周豪的那些话，无穷无尽的虚无感仿佛都要把我吞噬殆尽。便签也好，短信也罢，仅仅是一晚，我便发现了这么多的疑点。那我们在一起的7年里，他究竟还瞒了我多少？一想到同床共枕的男友，竟然还藏在我不为人知的一面，我不由得一阵双腿发软。就连桌上那些他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现在好似魔鬼一般。
狞笑着盯着我不放。7年，整整7年，我把周豪当作我的一切，努力想要跟他一起过上做幸福的人生。可现在，他的谎言却在我心中蒙上了一层无法拭去的阴影。我看着书桌上毕业时留下的合照，心像是被谁狠狠地捏了一下。照片里的周豪，笑得依旧是那么阳光、纯真。可此刻，我却不敢细想，我们的之间的感情，是否也到了凋谢的花期。良久，我才猛地站起身来，披上外套，冲出了房门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如果他真的变心，那我不介意亲手安葬我们的爱情。我急忙拦下一辆出租车，朝着君悦盛庭赶去。车上，我大口喘着气，低头看向手表，7点20分。身为本地最高级的商务餐厅，君悦盛庭实行的是会员预订制度。周豪预定的7点用餐，那现在他和那个人一定还在餐厅里。17分钟后，我抵达了君悦盛庭，就如同它的名字一般，眼前的建筑，如此说是一家餐厅，倒不如说是一座极具奢华和典雅风格的西式古建筑。那高耸的塔尖，像极了中世纪的城堡。只可惜此刻，王子正和别人共进晚餐。我咬咬牙，朝着餐厅的方向跑去。可真走到门口，我看着周围来来往往的客人，又停下了脚步。万一周豪只是怕消费太贵，让我担心，才谎报了餐厅。我这样鲁莽地冲进去，只会让他的工作变得一团糟。冷静下来后，我打算先试探一番，给周豪打去了电话。宝，天气预报说可能会下雨，我给你送伞来了。下雨？真不用，我等会打个车就好了。没事，我在地铁上，一会儿就到了。我故意扯了个谎，想看看周豪的反应。如果他真的在和客户谈合作，以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他自然也就不会继续瞒着我，让我跑空。可电话那头，周豪的话却让我的心都凉了半截。你快到公司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先稍等一会儿啊。我和客户还在沟通细节。我刚想开口再问些什么，可周豪却直接挂断了电话，语气中显然带上了几分慌乱。这无疑让我的猜测加重了几分。难道他真的在和什么人私会？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拖着身体躲在了一辆皮卡车后。没几分钟，只见周豪穿的西装革履，从君悦盛庭里快步走出。我的心顿时像是掉在冰水里，脑子里更是乱成了一桶浆糊。而远处的二人，此刻却是你侬我侬，不舍般的紧紧抱在一起。今晚不过夜了，怎么突然就要回去了？哎，别提了，都是那个黄脸婆说会下雨，非要来接我回去。听到周豪那一脸嫌弃的语气，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耳朵，整个人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宛如一道晴天霹雳，轰得我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。此时此刻，整个世界化作一团光影，逐渐缩小，离我远去。意识模糊间，周围的喇叭声、风声，一切的一切都好似与我无关。我如同一只断线的木偶，被整个世界无情地抛弃。似乎有什么东西悄无声息地在我指尖滑落，
而远处周豪二人的亲热声，仿佛一把把利刃刺入胸膛，嘲笑着我的无知。我只觉血液在太阳穴里发疯似的悸动，脑袋像给什么东西压着，快要破裂了。心头里的那一股怒气，如火焰般肆意摇曳。我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，冲到了周豪面前。周豪看到赶来的我，顿时大惊失色。苏婉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周豪显然没预料到我会出现在这里。此刻，他正挽着那个女人的胳膊，看到我怒不可遏的模样，这才如同触电般的松开了对方的胳膊，赶忙跑到我面前，拉住了我的手。苏婉，你听我解释。可当周豪碰到我的瞬间，方才的种种顿时再次涌现在我的脑海中，我近乎本能般的感到一阵恶心，连忙甩开了他的手。够了，我不想听。被我甩开后，周豪瞪大双眼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这是我第一次跟他甩开他的手，以往不论有什么矛盾，我都会让着周豪，生怕他受到一点伤害。可这一次，没必要了。感受到我话里决绝，周豪试探般地问道：“你都知道了？”我冷笑一声，将他当年亲手给我织的围巾狠狠地扔在了地上。要是我不知道，你还打算瞒我多久？一辈子吗？听到我的话，周豪顿时低下了头，沉默不语。可一旁的中年女人却丝毫没有被发现的慌乱，反倒是不慌不忙地将周豪扶稳，朝我递来一张名片。苏婉是吧？我之前在破产名单上见过你。对方脸上始终挂着笑意，可语气里的轻蔑却丝毫不加掩饰。名片上，我清楚地看到了对方的身份：陆婉舟，北辰集团总经理，是人们口中极为眼红的职场女强人。看着陆婉舟嘴角那抹若有若无的笑意，我知道那是属于上位者的自信和傲慢。见我不说话，陆婉舟像是确定了什么，轻笑道：“苏婉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。小丫头，你都跟周豪多少年了？你低头看看你那身穷酸打扮，你丢人没事，可你让周豪怎么办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体面点儿，该滚就滚吧。”陆婉舟语气嚣张，像是一只傲慢的狮子，高高在上的审判着我这只猎物的命运。可即使在耀眼的光辉，也无法掩盖背叛我的事实。我闭上眼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再次看向了周豪。我想听听，这个我为之奋斗半生、同床共枕7年的男人，又是如何为他的行为辩解。感受到我的视线，周豪死死地攥着拳头，脸色变了又变，最终像是下定决心一般，对我冷声责备道：“苏婉，我累了，我受够了麻辣烫泡面，受够了天天挤地铁骑共享单车。我是个男人，我想要钱，我想要往上爬，我也想坐在跑车里兜风。”看着眼前歇斯底里的周豪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感到非常陌生。曾经在我眼里，冬日的骄阳都不及他半分温柔。可现在，当爱情的滤镜被打破，现实是那么的可笑。我强忍着快要冲出眼眶的泪水，伸出手，说道：“把我爷爷的手表还给我。那是我苏家给未来女婿的东西，你配不上他。”听到我要拿回手表，
周豪的眼神顿时变得闪躲起来。可当陆晚舟的手落在他的肩上，周豪便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一般，再度冷静了下来，冷笑着说道：“那破东西，搞得谁稀罕一样。”周豪一把手表从手上摘下，扔在地上，连同我们7年的感情一起踏碎。而一旁，陆晚舟也得意地笑了笑，转身回到了酒店。周豪，你先处理好，我在房间里等你。陆晚舟前脚刚走，周豪却像是不解气一般，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钥匙，深情倨傲地在我面前晃了晃。苏婉，你看清楚了，这可是郊区的3居房，3万1平，你这辈子都买不起。这就是你和陆晚舟之间一辈子也跨越不了的天堑。看着他那拼命想要证明我错了的样子，我惨然一笑。我知道，我心中的那个他，大抵是死了。我捏紧了拳头，可直到最后，我也没有动手。为了这种人动手，根本不值得。就在我愣神之际，一个男人却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扔给我一把钥匙。我转头一看，正是本地最大开发商北辰集团的总裁。谁说我妹妹买不起房子了？听到大哥那熟悉的声音，我不由鼻头一酸。在外打拼7年，我为了一个男人掏心掏肺，落得满身狼藉。直到现在我才发现，家人才是我真正的避风港。我努力将泪水憋回眼眶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点头道：“哥，你怎么来了？”尽管我已经尽量控制好了情绪，可大哥依旧像是猜到了什么。嗨，一个有眼无珠的狗男人而已，没必要为他掉眼泪。感受到大哥话里的善意，我心中不由一暖。我虽然是苏家领养的孩子，可苏家却一直视我为己出。大哥更是什么都护着我，就连他一手创立的北辰集团，都分给了我30%的股份。一想到这些年苏家对我的厚待，我这才幡然醒悟。明明苏家才是我安身立命，值得用一生回报的，我却在一个两面三刀、自私自利的男人身上浪费了7年时间。想到这里，我猛地深吸一口气，整个人顿时平静了不少。而周豪则是皱着眉头看向大哥，不屑道：“哟，看不出来呀，你什么时候在外面还找了个野男人？”闻言，大哥也不惯着对方，上去就是一拳砸在周豪脸上，嘴巴放干净点。我妹妹是你这辈子都高不可攀的女人。可周豪捂着脸，继续嘲讽道：“还妹妹？苏婉，你玩得够花的呀，我怎么没看出来？你还有这种勾搭男人的本事？”眼看大哥又要动手，我却摇了摇头，淡淡道：“人见自有天收。大哥，我们走吧，没必要跟这种烂人浪费口舌。郊区那边2期的工程快结束了，我想你明天和我去看看情况。”见我又重新恢复了斗志，大哥大笑几声，这才开车带着我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第2天一早，我开着刚入学那年大哥送我的保时捷前往了郊区。2期工程附近还未通路，我便打算在附近的小区先停个车。刚开到小区门口，我便看到了一道熟悉的倩影。只见周豪正戴着墨镜，踩着一双皮鞋，意气风发地从小区里出来。
颇有一种成功人士的气质，连我也没想到，只是顺路来停个车，居然就撞到了他在的小区。看着周豪那一身装扮，我却摇了摇头，毕竟，再华丽的外表，也掩盖不了内心的卑劣。而远处，周豪看着门口停车的保时捷，也不由多看了几眼。毕竟这里的地价不过3.1万平，能开得起跑车的并不多。可当他的目光对上我时，周豪立马摘下了墨镜，瞪大双眼，死死地盯着驾驶位，一副活见鬼的模样。苏婉，还不等我开口，周豪便急匆匆地一路小跑来到我的车前，绕着车转了好几圈，这才捏紧拳头，咬着牙向我问道：“苏婉，你哪弄来的车？”看着他那不可置信的模样，我淡淡道：“别人送的。”我并没有说谎，这台车的确是当年我刚上大学时，大哥送我的入学礼物。只是当初遇到了周豪，我觉得太过高调，才很少开出来。直到前段日子要跑郊区的工程，我才从车库里调出来。可听到我的解释，周豪却径直对我翻了个白眼，没好气道：“苏婉，你就继续装吧，还别人送的，这车落地都要100万了。你以为你是谁？财神爷转世吗？别人上赶着犯贱，送你跑车是吧？”周豪嘴上咄咄逼人，一副不屑一顾的清高模样，可他的眼神却一刻也没有从我车上挪开。我顺势调侃道：“你该不会是嫉妒了吧？”我话音未落，周豪便像是踩着尾巴的野猫一般，顿时激动地跳了起来，气急败坏地指着我喊道：“我嫉妒你？笑死人了！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，你看你自己配开这种车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这车款式这么老，该不会是为了挽回我，打肿脸充胖子，专门从哪个二手车行租来的旧车吧？”说这话时，周豪高傲地扬起了下巴，眉梢微微上挑，眼中更是闪烁着一股自信的光芒，那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应该围绕着他转。但现在的我，可不会再小心翼翼地守护他那颗敏感脆弱的自尊心，陪他玩着无聊的过家家游戏。我并没有搭理周豪，而是转头看向了一旁的保安，轻笑着打了声招呼：“李叔。”听到我的声音，保安挺礼，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白发大叔赶忙探出头来，看清车里的人是我后，李叔一路小跑为我打开了门禁。“苏小姐，你又来了。附近有个工程快结束了，我来看看情况。”李叔早就到了退休的年纪，为了补贴家用，不麻烦子女，这才专门找了个看门的岗位。因为经常停车，我们也就渐渐熟络了不少。可这一幕却深深刺激到了一旁的周豪。只见他双手叉腰，趾高气昂地斥责起了李叔：“臭保安，谁叫你放外人进来的？到时候出了事情，你负责吗？还什么苏小姐，一把年纪了，连租的车都认不出来，能干就干，不能干就滚回你那乡下去。”周豪的衣着光鲜亮丽，像极了电视剧里的商业精英，可他的话却像是毒蛇一样冰凉阴狠。无论是对身边的人，还是对周围的事物，都带着一种不屑的神态。即使是李叔这样老实忠厚的人，此刻都被他对得有些窝火。“你这人，
长得还算干净，怎么心眼儿这么龌龊？苏小姐开这车，都快3月了，你凭什么污蔑人家是租来的？李叔的声音不大，可却如同一道晴天霹雳，震得周豪愣在了原地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半晌，周豪才像是想到了什么，涨红着脸回怼道：“我懒得跟你这种乡巴佬解释。”话音未落，周豪便怒气冲冲地看向了我，双臂环抱，咬牙道：“苏婉，现在才被我发现了吧？我说你怎么破产了？原来是钱都拿去自己消费了。之前还口口声声说什么爱我，什么7年的感情。哦，恶心！”听到周豪的指责，我不由冷笑一声。原来，在他眼里，肯为他花钱，那就是爱他。7年的守护，7年的陪伴，在他眼里，连一台车都不如。我摇了摇头，冷声道：“周豪，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也不装了。这车是我大哥当年送给我的，我名下也并非只有那一家公司。当初你家里遭受重创，我怕你接受不了，这才放弃了荣华富贵，陪你一起打拼。而我真正的身份，你根本配不上。”我语气决绝，像是要把这些年的隐忍和不甘全部倾泻而出。下一刻，一阵鼓掌声却悄然从我背后响起。苏婉，你装的还挺像啊。听到这有些耳熟的声音，我皱着眉头转身看去，只见那人身穿一件剪裁精良的礼服，脚踩一双昂贵的高跟鞋，就连腰间的挎包都彰显出一股的高贵与奢华的质感。正是那晚的陆晚舟。见到陆晚舟赶来，周豪更是喜笑颜开，连忙凑了过去：“老婆，你可算来了。”这家伙开个跑车堵在小区门口，气死我了。看着周豪那故意夹着嗓子的样子，我更是觉得一阵反胃，差点把早餐都给吐出来。陆晚舟却极为受用，轻挑着眉头，上下打量着我的车。片刻，他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嘴角挂着倨傲的笑容，朝我走来。苏婉，做人可没必要太攀比呀。是，我知道，像我这种精英，肯定给你带来了不小的焦虑和压力，可你也不至于拿公司当背书，去借高利贷，爽这么一哆嗦吧。现在你那公司破产，你就是把车卖了，都不够还债。哎，有些人啊，是一步错，步步错呀。陆晚舟一副说教的语气，眼神里的轻蔑更是不加掩饰，好像他就是这世界最成功的人士，居高临下地审视着我的人生。看着他那一副倨傲的模样，我只觉得无语。苏家产业遍布江南，我自小也从未见过谁这么不可一世。即使是掌控北辰集团的大哥，平日里也不会一副指点江山的模样。对于这种人，我也懒得搭理，淡然道：“我怎么做，与你无关。我还要视察郊区2期的工程，没时间跟你掰扯。”可陆晚舟听到我的话，却像是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，笑得合不拢嘴。苏婉，我看你是分手了，刺激太大，脑子瓦特了是吧？实话告诉你吧，老子就是北辰集团的项目经理，等会儿苏总就要来视察2期的工程。怎么，难不成你还想说你就是我们北辰集团的苏总不成？陆晚舟笑得更大声了。
恨不得让周围的路人都来围观我的丑态，就连一旁的李叔都悄悄拉了拉我的衣角，小声道：“苏小姐，这人背景太大，是小区出了名的难惹，要不就先忍忍算了。”闻言，我轻笑着拍了拍李叔的肩膀，摇头道：“李叔，放心吧，这点事我能处理。”说罢，我转身看向陆晚舟，淡然道：“我的确不是北辰集团的总裁，但我依旧是除了他之外，北辰集团最大的股东。今天就是替他来视察工程的。”听到我的解释，陆晚舟先是一愣，随即冷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苏婉，骗骗自己得了，就你这种创业失败的蠢女人，也配和苏总相提并论？以后要是让我再发现你打着我们苏总的旗号招摇撞骗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”陆晚舟话里的威胁之意丝毫不加掩饰，仿佛只要他一点头，我就必须要跪地俯首称臣。一旁的周豪更是没好气地白了我一眼：“就是识相的就赶紧滚蛋，这地方可不是你这种人能来的。”正当我准备开口反驳之际，陆晚舟身后一辆劳斯莱斯径直停下，走下来一年轻男人。你说谁不能来？只见那人年纪大约27、8岁左右，蓄着一头短发，白衬衫的领口微微敞开，衬衫袖口卷到手臂中间，露出小麦色的皮肤。苏总。看清来人的长相后，陆晚舟瞪大了双眼，低头看了眼时间后，连忙鞠躬道歉，随即指着我栽赃道：“苏总，都是这丫头在这儿打着您的旗号招摇撞骗，这才耽搁了一些时间。10分钟，啊不，5分钟，我立马派车来接您去27工地。”说罢，陆晚舟更是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嘴角更是露出一丝阴谋得逞的冷笑。可苏总却并未搭理他，反倒是径直走到我的身旁，搂住了我的肩膀：“妹妹，我说你怎么半天还不来？原来是堵这儿了。”妹妹，此话一出，陆晚舟和周豪顿时惊呼出声，瞪大双眼，不可置信地盯着我。尤其是周豪，得知那晚打他的人就是苏总后，不仅身体快都抖成了筛糠，脸色更是憋成了猪肝色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而我则是一五一十地将经过告诉了大哥。下一刻，大哥用力攥着拳，脖子上青筋直露，冷声道：“陆晚舟是吧？不仅抢我妹妹的男人，还敢对她出言不逊。怎么，这车是我当年送的，你看不起，是吗？从现在起，你被开除了，整个业界都不会再有你的容身之地。”得知自己被封杀，陆晚舟像是被抽干了骨髓一般，顿时瘫软在地，像一条狗一般抱着大哥的腿，不断求饶：“苏总，苏总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这么多年，我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”可大哥却懒得多看一眼，一脚踹开。至于周豪，此刻则是呆呆了，愣在原地，看着突然摇身一变成为北辰集团总裁妹妹的我，一时有些不知所措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之前说的都是真的。看着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模样，大哥则是冷笑着摇摇头：“
有眼无珠的东西，我告诉你，你这辈子也配不上我妹妹。教训完二人，我和大哥便坐上车，前往了工地视察项目，直到忙到傍晚，我才开车回到了之前的出租屋。倒不是缅怀什么，只是那里还留着一些公司的文件，我还没有带走。可我刚打包好文件，门外便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苏婉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苏婉，我求你了，我真的有话对你说。门外，周豪正砰砰地敲着大门，焦急地在楼道里叫喊。我虽然并不想见他，可总不能任由他继续扰民。长叹一声后，我还是打开了门。只见周豪此刻早已脱下了那些奢华的名牌服饰，换上了大学毕业那天的制服，红着眼解释道：“苏婉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想减轻你的负担。我已经和他分手了，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？”换做之前，看着他那委屈的模样，我定然于心不忍。可现在，我直接一把推开了他，冷笑道：“减轻我的负担？周豪，你连和陆晚舟约会，刷的都是我的卡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？”听到我的质问，周豪猛地身体一颤，辩解道：“苏婉，我们在一起7年了，7年，你都不肯向我透露真相。你现在因为别的男人有钱了，就要甩开我是吗？”周豪的叫喊声顿时响彻在整个楼道，不少邻居更是纷纷开门探出头来，看到周豪那可怜的样子后，纷纷为他出头。小姑娘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人怎么能始乱终弃呢？真不是个东西。要不然说女人都拜金虚荣呢？我呸！在外面跟别的男人搞在一起，真下头。听到邻居们的指责，周豪反倒是一副大度的模样，摆了摆手，小声道：“没事，没事的。我知道他也有苦衷，肯定是我不够好，不够努力。”这话一出，邻居们更是群情激愤，恨不得将我这个渣女生吞活剥。我看着周豪那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只觉得更加恶心。周豪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告诉你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和你在一起。我拖着行李，摔上大门，径直撞开了周豪，朝着楼下走去，任由他在地上撒泼打滚。在楼梯拐角，我还看到了陆晚舟，此刻的他正咬牙切齿地盯着我，眼里翻涌着的全是阴狠和怨毒，而我也不惯着，冷声嘲讽道：“再见了，商业精英。”最后4个字，我故意咬得很重，而我这轻蔑的语气，让早就习惯了被人吹捧的陆晚舟顿时火冒3丈，腮边凸起一条冷硬的肌肉。苏婉，你害得我前途尽毁，咱们走着瞧。可最终，他还是没敢动手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后，便急匆匆地朝着楼上跑去。而我也懒得再跟他们牵扯下去，带着行李前往了我另一家公司。花了2、3天的功夫，我才重新熟悉了一遍我名下每家公司的现状。正当我规划着公司前景之际，手机却突然响起，是大哥打来的电话，语气焦急：“妹妹，快看看手机，你上热搜了。”我挂断电话，眉头紧蹙，心里顿时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。难道是周豪他们搞出了什么幺蛾子？
而当我打开手机后，一条条热搜顿时冲到了榜单前10。北辰集团大股东始乱终弃，江南苏氏千金疑似劈腿，家暴视频流出。翻着不断刷新着的一条条热搜，我顿觉有些头大。一切的根源来源于1天前周豪上传的视频。视频里，周豪鼻青脸肿，满身的淤青和伤疤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着和我在一起的7年里，我是怎么在外面乱玩男人，甚至还仗势欺人，用家里的权势家暴他，精神控制他，甚至在他受不了虐待，跟我分手后，说我利用苏家的背景和北辰集团蓄意报复，不仅封杀了他，还开除了为他发声的好闺蜜陆婉舟。经过一通舆论发酵，不过短短1天时间，我就成了互联网上人人喊打的渣女。点开评论区，一眼望去只有2种人，一种是觉得我该死的，一种的觉得前者骂得不够狠的。就连北辰集团以及我名下的所有公司，全部受到舆论影响，不仅股价暴跌，就连工程开发都受到影响。如果不能解决好，对养育我多年的苏家也是个不小的麻烦。沉思片刻，我反手打给了水军公司，豪掷千金让他们继续煽动节奏，不过却不是洗白我，而是捧杀周豪。当晚，网上便出现了清一色的一级新账号为周豪说话，这股动静自然也引起了一些网友的质疑，但终究盖不过网友的声讨。没一会儿，眼看节奏起飞，周豪也顺势打开了直播，在直播间里一边装模作样地诉说着委屈，一边开着打赏猛猛捞金。直播最后，周豪更是隔空喊话，要我给他一个答复。做了那么多，无非就是最后想利用舆论逼我掏钱，息事宁人。相处7年，周豪的小心思，我一眼就能看透。不得不说，周豪这一招很绝，可他依旧漏算了一步，那就是我当初的真心。我冷笑一声，反手将那个我保存多年的视频上传到了我的个人账号上。那是我拍摄的一段 vlog， 记录了这7年来我和周豪恋爱中的点点滴滴，以及我7年来的付出。本来他应该出现在我和他的婚礼，不过现在这段视频足够说明一切了。等到凌晨时，视频的点击量已经超过100万。直到此刻，无数网友才发现自己被周豪和陆婉舟2人蒙骗。惊讶、不解、愤怒。之前声讨我的声势有多大，现在对周豪和陆婉舟的反噬便有多大。短短1晚，局势便彻底扭转。就连周豪和陆婉舟搞在一起的事情，以及各种黑历史，都被愤怒的网友一一扒了出来。妈的，我就知道这男的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下头男，害我们差点诬陷了好人。我看着网上的评论，笑着合上了手机。直到凌晨5点多，一通电话将我吵醒，是周豪打来的。苏婉，你是要逼死我吗？周豪的声音很大，恨不得震聋我的耳朵，可我依旧能听出他一夜未眠的疲惫。我冷笑一声，没跟他多说一句，直接挂断电话，将他拉进了黑名单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想利用舆论压垮我，就要承受好造谣的代价。整理好心情，
我便回到了办公室，继续开展业务。正当我低头思考规划时，办公室的门却轰的一声被踹开。苏婉，我手里有你的不雅视频。我抬头看去，只见一男一女戴着口罩，强行闯进了我的办公室。正是周豪和陆婉舟二人。周豪脸色憔悴，血丝布满双眼，往日精心打理的头发，此时更是乱成了一团。门外，保安气喘吁吁地低头鞠躬道歉，向我解释这两个疯子的行径。我淡然一笑，在保安身前小声嘀咕了几句，便让周豪二人坐了进来。这还差不多。见我极为配合，周豪的脸色这才好了不少，得意地将视频打开。苏婉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？坐在办公椅上，我顺势看向周豪那一脸稳操胜券的表情，内心不由冷笑一声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很小心，从没跟他拍过什么小视频。更何况前段时间公司破产，我忙得焦头烂额，更是压根就没碰过他。显然，这视频是假的。看着周豪和陆婉舟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，我轻笑一声，直接将手机扔在地上，砸了个粉碎。周豪，你很清楚，那视频是假的。眼见我丝毫不慌，周豪此刻也有些着急，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冲到了窗户旁。我不管，视频里就是你，就算是合成的视频，那又怎么样？你觉得网友在乎吗？要么给我300万，要么我就把视频发到网上。周豪死死盯着我，眼神内充满了偏执和疯狂，连我都没有想到，有朝一日，连这些东西都能成为他肮脏的筹码。僵持片刻，我突然笑了笑，转身拿起茶壶去接了壶水。不就是要钱吗？钱能解决的事，干嘛要死要活的呢？我轻笑着给周豪二人倒了杯茶，示意二人坐下。眼看我终于妥协，周豪和陆婉舟二人相互对视一眼，眼神里的兴奋和贪婪丝毫不加掩饰。周豪更是趾高气昂地将杯里的茶水一饮而尽，威胁道：“哼，算你识相。告诉你，今天我们账户上要是没有300万，我们就不走了。”看着周豪将茶水喝得一滴不剩，我这才轻笑着看向周豪，提醒道：“周豪，这壶茶里我放了毒药，你能拿得到钱，可不一定还有命花。”我话音刚落，周豪的脸色顿时煞白一片，赶忙伸手扣向嗓子眼，试图让自己吐出来：“你卑鄙无耻！我们不就是拿假视频要点钱，你至于杀了我们吗？”看着两人那着急忙慌的模样，我却不慌不忙，从桌下掏出一支录音笔，轻笑道：“你们终于承认了。至于毒药，当然是假的。我又不是你们，怎么会做那种丧尽天良的事情？”看到我手中录音笔的刹那，二人的脸色像是吃了苍蝇一般，两只眼睛都快瞪出来了。你故意套我们的话？陆婉舟的胸口剧烈起伏，发了疯地朝我冲来，想要夺走我手中的录音笔。一旦我将录音笔交给警察，他们二人敲诈的名头就彻底坐实了。此刻二人也是竭尽全力，想要销毁我手中的证据。苏婉，不交出来，我们就杀了你。而我只是笑了笑，
按响了火警铃，下一秒，警方冲了进来，迅速控制住了二人，不许动。早在他们进门时，我就吩咐保安报警，在门外伺机而动。被带走时，周豪和陆晚舟的脸上早已没了血色。不要，我没罪，别抓我，别抓我！可不论他们如何求饶，那明晃晃的银镯子依旧戴着了他们手上，等待他们的只会是法律的审判。半年后，周豪和陆晚舟的案子也逐渐淡出了互联网。陆晚舟涉嫌敲诈勒索等罪名，数罪并罚，下半辈子都要在里面度过余生。至于周豪，在关进局子里没多久后，就受不了打击，得了失心疯，每天念叨着什么我是苏家的女婿，我娶了白富美，最终被羁押在精神病院里，了却残生。而经过这半年的打拼，我名下的10几家公司，不少都已经顺利上市，家里更是为了介绍了一位相亲对象，性子淡雅，兴趣爱好也很相投。我们计划下个月就结婚，自此，我的人生也将开启新的篇章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订婚宴上，未婚夫被一个漂亮富婆拐走了。他红着眼圈对我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心意。我爱的是他，我对他死缠烂打，不肯放手，直到他不堪困扰报了警，我终于放了心。笑死，他还真以为是那个女人很有钱，我才是真正的富婆。我是个妇产科医生，和赵清平是相亲认识的。作为大龄剩女，每次相亲都是以失败告终。不是我挑剔，只怪相亲男太奇葩。赵清平就像其中的一股清流，温文尔雅，体型端正，而且我们算是半个同行，都是学医出身。赵清平是销售医疗器械的，相识半年后，他向我求婚了。我利用私人关系，帮他在几家大型私立医院牵线搭桥，他签下不少大单。他说为了感谢我，订婚那天要送我一个大惊喜。可没想到，这个惊喜真是又大，又惊，又喜。订婚宴上，我一袭礼服惊艳了到场的亲友团。这是我第一次盛装打扮。以前在学校时，专业课程太紧，没时间打扮。上班之后更是忙得飞起，各种考试简直要命。几个好友把我围在中间，疯狂给我拍照。祝天心，我要是男的，肯定要抢婚了。天心，你美的已经让我乱了性取向啊！我要为天心扛大旗。我笑颜如花，今天真是个开心的好日子。好了，你们几个太夸张了。一会儿赵清平到了，你们都给我收敛点。我扭头看了眼宴会大厅，宾客差不多都落座了，订婚宴马上要开始了。可是赵清平还没到场，是路上堵车了，还是为了给我准备惊喜耽误时间了？我爸妈坐不住了，悄悄凑到我身边，让我赶紧问问。我看眼时间，也有点急了，可我打了几次电话，赵清平都没有接听。我是真急了，拖着礼服去找门口迎客的赵父赵母。欣欣啊，你别急，我刚才已经给清平打过电话了，他说给你准备惊喜耽搁些时间，马上就到。我这次放了心，可是他能接听他妈妈的电话，
为什么不能接我电话？我没时间细想。司仪喊我入场准备。进去时，我隐约听到赵母喊了一句：“你胡闹什么？”订婚宴正式开始。按照彩排流程，我和赵清平分别从舞台两边入场。我拖着裙摆走上台阶，心情却没了一开始的雀跃。我刚走上2个台阶，就听到那边有骚动。我好像听到赵清平的声音。我紧走几步，一下被眼前的情景震惊到了。赵清平身旁站了一个陌生女人，很美，她气质绝佳，穿着一套不暴露又很显性感的连衣裙，脖子上的钻石项链很耀眼。她美到让人觉得女人的年龄算不了什么，美到连我都挪不开眼睛。让我更诧异的是，赵清平竟紧紧挽着女人的胳膊。见我走过去，几个人神色各异。赵父赵母一脸歉意，说一定会给我一个交代。赵母急得眼圈都红了。像天心条件这么好的女人，你去哪里找？你可别犯糊涂啊！赵父更是当着我的面甩了赵清平一巴掌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这个婚你到底定不定？赵清平的右脸迅速红肿起来，他一脸坚定地看了身旁女人一眼。定，但这个婚，我要和秋红定。我大步向前，一把拽住赵清平的领带，他不得不向我垂下头。赵清平，你什么意思？故意耍我，让我难堪？我不知道我们的感情哪里出了问题。明明昨天我们还在畅想未来的美好。赵清平没了往日的优雅和风度，倒是变得很有底气。傍上富婆了就是不一样。对不起，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心意。我爱的是他。我挑眉，你昨天还在说爱我，今天就爱上他了？赵清平，你的爱比我的月经走得都快。怎么，你的爱和他的人一样，也快绝经了吗？女人脸色未变，倒是赵清平先急了。祝天心，你的嘴巴比你的人还要脏。我劝你现在就带着你的家人赶紧离开。我不想把事做绝，也算给你留了脸面。在他说这话之前，我已经让好友先去安抚我的亲友团。我不想在这吉利的日子里双方打起来。赵父赵母听到他这么说，老脸挂不住，当即要和他断绝关系。女人微微收敛高扬的头，从手包里翻出一张黑色的银行卡。爸妈，我和清平是真爱，而且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。这卡里有1000万，算是我孝敬二老的。等我和清平结了婚，我的公司也会由清平全权打理。日后我就全职在家带你们的宝贝大孙子，好不好？从这一刻起，赵父赵母看向他的眼神就慈眉善目多了。赵母看向我的目光里带着一丝责怪，好像倒是我不懂事了。这2个老东西这么快就装不下去了。哇！我惊叹一声，真心为这位漂亮的富婆鼓掌。姐姐，你这么优秀，怎么就看上他了？可能就是天意吧。赵清平听到此话，脸上的得意遮都遮不住。可我比他有忧患意识，万一这个姐姐玩腻了，他再回头纠缠我怎么办？这种垃圾，得之我瞎，失之我幸。我一屁股坐在赵清平脚面上，听到上头传来一声闷哼。既然今天他让我见识到他的另一面，我也给他展示展示我的另一面。
我一把抱住赵清平的大腿。清平，我们不要分手，没有你，我可怎么活呀？呜，不然你让姐姐也给我1000万吧。赵清平推开我。祝天心，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，为了钱连下线都没有了。我听着这是话里有话，而且好像还不是什么好话。他出轨在先，脏水却泼我身上了。赵母在一旁接茬：祝天心，真是枉费我一心把你当儿媳妇。既然你是过错方，那就把彩礼和3金给我退回来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几个月我儿子给你花的钱。我一听就乐了。阿姨，您是要和我算钱吗？需要我报警把警察同志找来当场算清楚吗？赵母瞪我一眼，不出声了。这几个月我送到他家的东西远远超过彩礼，他自知不占理。漂亮富婆终于看不下去了，催促赵清平快点处理好和我的关系。这种女人，你拿钱快点打发了就是。我一听就不乐意了。那你算哪种女人？小三？情妇？你要是有什么隐疾，可以来找我。毕竟治疗妇科病，我是专业的。这么半天，我终于在女人的脸上见到情绪的变化。女人甩身就要走，赵清平急了，一把拉住她，说帮她出气。祝天心，你骂谁是小三，谁是情妇？你连小三和情妇都不如，你就是一只野鸡，有钱就能上的野鸡。啪！我想都没想，一巴掌甩过去。到底是他之前伪装的太好，还是我眼瞎？你还敢打我？祝天心，这是你自找的。赵清平喊来司仪，递过一个 U 盘，把这个投到大屏上循环播放。我嗤笑一声，看他又能翻出什么新浪花。赵清平亲昵地挽住富婆胳膊，看向我。祝天心，一会儿有你哭的。我和在场的人一样，都很好奇，难道赵清平发现我隐瞒的真实身份了？不应该啊，如果他真发现了，不该是这个反应，那就是我有什么把柄落到他手里了，那更不应该啊。我怎么可能会有把柄？大屏幕上很快就滚动起来，赵清平竟然做了一个 PPT， 他竟然做了一个 PPT， 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他的逗逼潜质呢？滚动的 PPT 只有几行硕大的文字，是声讨我的。赵清平拿起话筒，下面，请大家一同鉴赏良家妇女祝女士丰富的私生活。请看第1条 VCR， 还有 VCR， 笑死！我的私生活寡淡到不能再寡淡，和丰富一点沾不上边。我倒要看看赵清平要整什么幺蛾子。连续几页大字号文字的 PPT 之后，就进入视频片段了。画面里的这位男士是省内最大一家私立医院的董事长。看，我的前未婚妻与他举止亲密。再看，这位是本市最大私立医院的董事长，我的前未婚妻对他笑得多甜。继续看，我的未婚妻多次上过几家私立医院董事长的豪车，并多次前往他们的豪宅。我冷笑，就这些？好家伙，这些视频都是我帮他和几家医院谈合约时，他偷拍的。男性董事长，他是一个没落；女性董事长，他是一个没拍。各位，细节见人品。祝天心是什么样的女人，很显而易见了。凭她一个普通的妇产科大夫，
靠什么能攀上这几位董事长？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赵清平按下遥控器，暂停的视频继续播放。有人是不是想说祝天心看起来不像那种女人？呵呵，那是你们不知道她关起门来到底有多骚。此刻大屏幕播放的竟是我的私密视频。赵清平竟然把偷拍的视频公然在订婚宴上播放。我冲上前一把抢过遥控器，想要关掉视频，可赵清平先我一步，拿东西的那只手高高举起。赵清平，我警告你，立刻关掉！你这种行为是犯法的。我是真的发怒了。好在我的几位好友已经将我的亲友团带离开，但这不代表赵清平的罪孽就减轻了。真没想到，原来他从那么久之前就开始计划报复我。之前我帮赵清平谈了几笔大单子，我觉得够他在公司站稳脚跟的了。可他不知足，竟要辞职与人合伙开公司。他的能力有限，那几人无非是看中他的人脉，可他哪有什么人脉？我劝他，他表面上听了，可私下还是偷偷辞了职，结果很快就碰了壁。赵清平求我再帮他谈最后一笔单子，我拒绝了。那家医院的新任董事长刚从国外回来继承家业，我家和他家是多年的死对头。赵清平当时就撂下脸，不咸不淡地讽刺我：之前行，现在怎么就不行了呢？不过是换了一家而已，像之前那几次那样去谈就好了。我只好婉转地告诉他，之前几次靠的是我家里的关系，所以人家才卖了一个面子。但这一次，我家里真的帮不上忙。他当时怎么回复我来着？他说：你家里能有什么关系？你爸妈看起来比我爸妈还普通，明明之前那几次都特别顺利，可你连最后一次忙都不愿意帮我。赵清平那天求了我好久，他还说不会计较这几次的事情，他以后会好好待我。我当时还以为他说的是不计较我偶尔发脾气，可后来发生的事我才明白，他以为我靠的是那种手段才帮他促成的订单。他不计较的是，我用特殊手段帮助他。赵清平那天送了我一条价格不菲的连衣裙，高贵性感。他约我在一家私人餐厅见面，还要我一定穿上那条裙子。欣欣，今晚一定要化一个美美的妆哦。我脑子把所有纪念日都过了一遍，也没想出来哪个节日这么隆重。要知道，赵清平从来没送过我超过2000元的礼物。他说礼物就要实用，华而不实的礼物不适合我们这种正经谈恋爱的情侣。我如约来到餐厅，却意外见到了另外一个人，那位刚回国接手家里医院的年轻董事长。上一辈的恩怨，到了我们这一代淡化多了，但不代表我们就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。何况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来往。我礼貌微笑，他出国多年，希望他没有认出我。我寻个理由就要离开，赵清平却拦住我：你难道还能比秦总忙？你的事我帮你去处理，今晚你就在这里好好陪秦总。赵清平冲我使个颜色就走了，留下我和秦总大眼瞪小眼。我大晚上穿成这样谈订单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是有备而来的。我心里的怒火蹭蹭往上窜，我觉得我要重新审视我和赵清平的关系了。这顿高档晚宴自然是白请了，
回去之后，赵清平冲我发了好大一通火，这关系到他在新公司的话语权，也是最后一次机会。我第一次和他吵架，质问他拿我当什么人了。他没了往日的理智，言语里对我极尽侮辱。他还逼我必须帮他把这个单子谈成，否则就公开我的私密视频。我这才知道，他还把我们亲密的画面偷偷录下来。他不止欺骗我的感情，还敢用视频威胁我。我本来责令他立马删除视频，然后分手，可他再次蹬鼻子上脸，要我帮他再拿下几笔订单，才肯放过我。祝天心，我可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人，可你不一样。要是我把这些视频发给你的领导、你的同事、你的爸妈、你的亲朋好友，你说他们会怎么看你？再说那几个糟老头，你都能放下身段哄他们签下订单。这个秦总年轻有为，你有什么不愿意的？放心，我不会嫌弃你的。我们的婚约可以继续。那晚我们吵完架，不欢而散。我万万没想到，他竟真的把视频发给了我科室里的同事。虽然视频是经过处理的，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视频里的就是我。赵清平的信息很快发进来，他先是发了个呵呵的表情，然后问我考虑的怎么样了。到这一刻，我才发现赵清平真实的嘴脸竟是这么恶心。我平时低调，性格柔和，可不代表我就是软柿子。我祝天心也不是什么大善人。我假意答应他，可从我手里拿走的，他都得给我吐出来，而他对我的伤害，都得加倍偿还。所以，才有了今天订婚宴上的这一幕。大屏幕上滚动的视频被赵清平领来的富婆给关了，她摔了遥控器。赵清平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赵清平反应极快，扑通跪在女人脚下。秋红，你听我说。他竟然把责任推到我身上，说那些视频都是我偷拍的，他只是无意间在我手机里发现的，而我还恬不知耻地把这些视频分享给了跟我乱搞的几个老男人，只为助兴。我再也忍不住，赏了他一个大耳光。可赵清平却歪着嘴乐出了声：“祝天心，你装什么清高啊？你看，你的那几个老姘头可都亲自来给你助阵了。”我转头看向他指的方向，几人朝这边走来。姓赵的，你他娘的乱放什么狗屁！哎呦，几位董事长凑在一起可真不容易，还是祝天心有本事，让你们这几个竞争对手之间这么和谐。我拦住就要动手的大伯，赵清平不配他这种身份的人动手。赵清平，你够了！我早就和你说过，那几笔订单我是靠着父母的关系帮你签成的。他嗤笑一声，谁信？赵清平，你真够蠢的。你猜我为什么也姓祝？这位是我亲大伯。他不敢置信，瞪大眼睛。你说你家条件普通，怎么可能是祝总的亲侄女？可相比之下，我家的条件是很普通啊。我顺便把我的舅舅、姨妈、姑妈也都给他介绍了。赵清平，这回你总该清楚我到底靠什么手段了吧？他只是愣了几秒，马上换了态度给我道歉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欣欣，我就是太爱你了才会这样，你原谅我，我们还像从来那样，好不好？还等我开口。他身边的富婆不乐意了。赵清平，
你什么意思？有钱和愿意给你花钱可是两回事。我舍得给你1000万当零花钱，你觉得他能做到吗？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，眼神坚定。赵清平还是有些失望的，可我不能给他钱。但是事业能给他的帮助是富婆比不了的。他在犹豫，富婆生气地走了，走时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。赵清平立马凑到我身前：“欣欣，我们之间真的不能挽回了吗？我真的很爱你。”我推开他：“绝无可能。”他骂了一句“给脸不要脸”，转头就追富婆去了。我第一次谈恋爱就弄得这样丢脸，家里的长辈安慰我：“天心啊，那几笔订单我们宁可违约赔钱，也不会让那个姓赵的占到1分钱便宜。”我摇摇头：“各位长辈放心，不需要你们出手，我也有对付他的办法。”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找到了赵清平的原公司。我偷偷递上一份资料，以赵清平的名义。他自从靠着我取得不小的成绩，在公司得意忘形，得罪了不少人，矛盾爆发。赵清平还和他们吵了一架。他还跟我分享，他是如何以一人之力舌战那几个同事的，还把那几个同事私下里收过哪家回扣的事跟我说了。我当时还奇怪，他是怎么知道那么清楚的？赵清平说，这种事在公司见怪不怪了，就看公司想不想追究。双赢的情况下，只要不太过分，公司也就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还问他有没有违背过原则，他信誓旦旦地表示，他这么正直的人岂会做那种事？我之前眼瞎，没有识破他的伪装，可现在回头想，他连更恶劣的事情都做得出来，在公司里又怎会老老实实？很快，赵清平的电话就打过来了：“祝天心，我知道是你用我名义举报了我的前同事们，他们又反过来向原公司举报我。不过，你白忙一场了，没有证据，原公司也没办法追回我的奖金。”他笑得得意，以为我的目的是让他退回奖金。我也笑了，我要的是让他再也回不去原公司，而且我还要让他在业内混不下去。赵清平和我提过，如果在新公司干不下去，他还会回到原来的公司，因为他之前突出的业绩，回去很容易。可这次，他不但回不去了，以后在业内也难找到工作。不过赵清平现在还意识不到这一点，他现在还为傍上富婆而窃喜，只是很快他就不会这么想了。当晚，我手机收到一条信息：计划继续。我只回了一个字：可。赵清平一家住进了富婆的豪宅，赵母亲自伺候怀孕的富婆。自从订婚宴之后，我就和公司请了长假，反正公司是自家的，假条随便我填。我奢侈了一回，包下5星级酒店的顶层大套房，大多时候都窝在舒服的被窝里看手机，手机里的画面正是富婆的豪宅。我看到赵清平又一次被富婆赶出房间。秋红，怀个孕而已，不用这么谨慎吧？我们都多久没亲热了？一声滚后，赵清平下了楼。赵母以为他们吵架，就劝儿子不要惹他的秋红儿媳生气，看在钱的份上，有什么不能忍的？妈，我是个正常男人。自从那次喝醉之后，他就怀上了，我就再也没碰过他了。
赵母瞧了眼楼上，小声道：“瞧你那个死心眼的样，家里吃不到，不会去外面吃。可是秋红要是知道了，放心，有妈给你打掩护，妈还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儿子受委屈。不过，外面怕是不干净，不如你去找祝天心，万一他对你余情未了，说不定还能给你介绍几个大单子呢。”我啧啧几声，幸好及时止损了。赵清平还真的找了我好几次，我都没理他。我们之间还会有交集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我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。很快，时机就来了。赵母连着跑了好几个中介，终于看上了一个高档小区的大复式。赵母的积蓄加上老房子卖掉的钱，还是不够付定金的，超出预算。她有点犹豫，直到中介销售直接爽快地给出诚意，佣金降低1个百分点。赵母心动了。回去之后，她立马找儿子商量，让他和富婆儿媳吹吹枕边风，再出点钱，先付了定金。可赵清平连富婆的身都进不了，更别提吹枕边风了。妈，邱洪刚给你1000万，您就让我再管他要钱，他还没和我领证呢。可那套房妈真的喜欢，而且佣金降了1个百分点呢。定金先付了，到时用那1000万把尾款结了。等秋红收到银行卡划转信息时，就算想反悔也晚了。赵清平脸色不耐：“妈，您为什么非要着急动这钱啊？您怎么就不能等到孩子生下来之后？傻儿子，这钱在卡里就永远不是你的，花了才算。妈也是为你打算，怕这中间生了什么变故，到时钱就打了。水漂。”赵清平不出声，默认了他妈妈的话。妈，那天在订婚宴，秋红说赠予您1000万的视频，我都拷贝下来了。买房就不用通知他了，不过差的那部分钱还得咱们自己想办法。母子2人商量过后，决定先和亲朋借一部分钱，然后赵清平再去中介办信用贷款，凑够定金。赵母立马把购房协议签了，就等着办手续时把尾款一次性付清了。我在酒店的大床上笑出声，这2个蠢货还真上道，替我省了不少麻烦。我在当天晚上就信息轰炸了赵清平，每一条信息都表达了我对他的思念之情。赵清平很享受我对他的余情未了，他提出可以让我转做他的地下情人。我差点哕出来，这狗东西，我一直吊着他，让他给我承诺。可赵清平精明得很，只是言语哄骗，从没有实际动作。就连我约他来到我住的酒店，他迟疑过后还是没敢下手。我不满足于每次偷偷与他会面，开始在他可能出现的地方堵截他，把由爱转恨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我站在富婆的豪宅门口，举起新买的大喇叭：“清平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分开的这些天，我才发现我是如此爱你。清平，我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求求你快回到我身边吧。”终于，赵清平不堪困扰，将我赶走。可我早有准备，跪坐他脚面上，死死抱住他大腿。清平，没有你我真的活不下去。你若是不答应我，我就死给你看。我哭得声泪俱下。富婆站在窗前怒视着我们，她只得狠狠推开我。祝天心，我们之间绝不可能。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。当晚，
他就接到警察的电话，因为我正站在闹市区大楼的楼顶，而我丢在一旁的没有锁屏密码的手机里，只有一个联系人的电话，就是赵清平的。赵清平赶到现场，差点气晕了。警察同志，你们别信他，他不会真跳的。被救下的已经情绪稳定的我再次想要挣脱跳下去。老公，我都原谅你出轨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狠心？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不如一死了之。最后，我和赵清平一同被带下去，他的眼神恨不得吃了我。我冲他甜甜一笑：清平，你确定不回到我身边吗？我可不保证后面还会做出什么事来。终于，赵清平受不了了，报了警。他对我的厌恶不言而喻，我放了心。我很怕这个垃圾渣男有一日再来吃我这个回头草。毕竟，我是真的很有钱。没过几天，豪宅里就爆发了第一次矛盾。赵母指着怀孕的富婆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。我把你当亲生女儿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。说好孝敬我的钱，你竟然被地里给转走了。原来，赵母在付尾款的时候发现卡里没钱了，尾款付不成，那之前付的定金就得打水漂，那可是赵母一辈子的积蓄，她当然接受不了。况且那里面还有一部分钱是赵清平在中介借的短期贷款，如果不能按时归还，那罚息高到离谱。赵母急的声音都哑了：你给我的东西，那就是我的东西，你凭什么说转走就转走？我限你今天下午之前必须给一分不差的赚回来。富婆不以为意的一边啃苹果，一边给赵清平打电话，让他快点滚回来。赵清平马不停蹄地滚回来，他一进屋，赵母就告了状，富婆的眼泪也掉下来了。谁知道你妈这么快就要一次性花光这1000万呢？赵清平两头劝，两头不讨好，最后也没吵出个所以然。富婆只说待公司资金周转开了再把钱转回来，可赵母等不了啊，她逼着赵清平去要钱。这一闹，钱没要回来，还把富婆肚子里的孩子给闹没了。富婆直接去医院把孩子打掉了，还要把赵清平一家赶出豪宅。赵清平当然舍不得即将到手的荣华富贵，赵母更是舍不得已经付出去的定金。他们一家3口跪在富婆面前苦苦哀求。我在监控这头看得津津有味，看够了没？我该清场了。好，关掉监控，我准备一下，也该出场了。赵清平一家被赶出去后，无家可归，不但面临着定金追不回，还有大额债务即将要偿还。走投无路之下，赵清平第一时间想到了我。他白天守在我单位，晚上守在我家，守了好几天也没等到我的人影。在他急得跳脚时，我出现了。欣欣，你救救我！你不是想让我回到你身边吗？我现在就回来，好不好？不好。我掏出手机就报了警，理由和他报警的那次一样，前任骚扰。看我态度强硬，赵清平给我跪下了。欣欣，咱妈把婚房都选好了，妈说只要你肯和我结婚，房子就写你一个人的名字。赵母也从角落里走出来。天心，妈把定金都付了，就等你去签字落户了。
赵母冲赵清平使了个眼色，看样子是想随我一起回家。我拦下就要走上前的母子俩，怎么？尾款付不上，定金要打水漂了，所以来我当这个接盘侠。我当场拆穿他们。赵清平，你不是说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我吗？这么快就忘记了？赵清平抬手就抽自己的耳光。欣欣，都是我的错，求求你看在往日的情分再帮我一次吧。那钱就算你借给我的，我以后会还给你的。人呐，都是处在弱势时，才会用往日的情分绑架对方。他当初欺骗我的感情，利用我，威胁我，害我的时候，怎么就没念往日的情分？赵清平，你拿什么还？据我所知，你中介的短期贷款很快就要到期了，而且他还不知道他即将要被新公司赶走，到时连工作都找不到。不过这都是他咎由自取的，是他掀起了害人的心思。也就是我从小的成长环境优渥，内心很强大，又有强大的家庭背景支撑，不然，一个普通女孩被未婚夫当作礼物送到谈判桌上，再设计送到床上，她会是怎样的结果？一个普通女孩在订婚宴上面对未婚夫牵着另外一个女人，言语侮辱之后公然播放偷拍的私密视频，她的家人会不会指责她？她会不会做傻事？赵清平对我造成伤害了吗？肯定造成了。若不是我有来自家人和自身的底气，早就承受不住了。他这种人渣，就该受到惩罚，而且是加倍的惩罚。赵清平母子被警察警告过了，暂时不敢来骚扰我。赵母定下的那套房，通过中介低价转手了。他倒是很聪明，但也损失了一部分定金，剩余的那部分钱，除了买一套小居室，刚好够给赵清平还贷款的。可我们之间有些账没算清。订婚宴上，赵母口口声声说要我把彩礼和3金退回去。哦，对了，还有相处的几个月里他儿子给我花的钱，我把少得可怜的彩礼和3金还回去了，还有他儿子给我花的钱，我一笔一笔算清后给赵清平转了账。本来就经济紧张的赵母，接过彩礼和3金时，别提多高兴了。祝天心，这可是你自愿还回来的，我可没有跟你算账的意思。他的意思是他没跟我算账，我也不该跟他算账。那我这番折腾又是图什么呢？我随便拎出来一个家族公司里的律师，把我给赵清平一家所有花过的钱整理成证据，然后我又报警了。赵母刚拿回去的彩礼还没焐热，就吐了出来，但这还远远不够。我之前给他买过的昂贵礼物，他买房时低价转卖了，这回还要照价还回来，他只好动了本要给赵清平还贷款的钱。无家可归的他，在买一套小居室和给儿子还贷款之间，最后选择了买房。赵清平和赵母大吵一架，他骂赵母不为他考虑，赵母骂他不孝顺。难道你要让我和你爸辛苦一辈子，最后连个窝都没有？赵母一向擅长打感情牌，可是我那贷款要是还不上，就得付高额罚息。那帮债主都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又不是不清楚。赵母铁定了心要买房，他让赵清平多花点利息，分期还。儿子，你赚得多，很快就能还清了。
可赵清平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业绩了，只要是他去牵线的订单，没一个能成的。当初他在订婚宴上侮辱我的家人，如今他只是在各家医院碰壁而已，不过是个小小的惩戒罢了。赵清平在新公司混不下去，只好自己提出离职。他以为靠着过往的业绩，很快就能找到新工作。他甚至在外面打着和我家人很熟悉的名义，想要入职大公司。可最后的结果是他在这个行业内根本找不到工作。不过，事情很快发生了我没意料到的转变。赵清平被即将到期的贷款逼得走投无路，只好吃起了回头草。不过，不是我这科，之前的教训让他长了经验。他没直接去找富婆，而是先调查了他。很快，他就发现被我算计了。赵清平在一个夜晚绑架了我。祝天心，你可真够有本事的，把我耍得团团转。我被他绑在一张木椅上，双手交叉固定在椅背上。我按动手腕上具有双频定位的 Watch 手表，拖延时间。我被迫抬起头，直视赵清平，脸上一阵火辣的疼痛。这人渣下手太狠了！我耍你什么了？赵清平狠狠捏住我嘴角。秋红是你故意安排在身边的吧？我查过了，她根本就不是什么富婆。那豪宅、豪车都是你家的，订婚宴上的一切也都是你设计的。还有中介那边你也做了手脚，害得我家的家底都掏空了。我找不到工作也和你有关系吧？是你害得我被那帮债主追打，是你害得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慌乱。赵清平，是你先欺骗我的，你当初是怎么利用我又怎么害我的，你都忘记了吗？他的手劲加重，是你先欺骗我的。你早说你家有钱，不就没后面那些事了？你家有钱有关系，就该为我所用，可你却藏着掖着，防着我。我听笑了。我一直以来都是靠自己努力学习、努力工作，一步一步踏实地走到今天的。我可以靠家里，因为那是我的家人。可他凭什么？在救援到来之前，我不能激怒他，要稳住他。那我现在能帮你做什么？介绍一个高薪工作，还是借你钱把贷款还上？赵清平笑了，狂妄的笑。他忽地垂下头，咬住我的脖颈处。我要你，要你的全部，你就乖乖留在这里，直到怀上我的孩子为止。我这才注意到，他眼里都是红血丝，他要疯了。我耐着性子陪着他畅想一家三口的美好未来，心里却紧张得要命。这定位应该是准确的，怎么救援的人还没赶到？赵清平最终还是发现了我的意图，还幻想着有人来救你。别想了，这里是我挖的地下室，除了我没有知道。他一把拽住我的裤腿，不如我们早点生个孩子吧。我拼命挣扎，伺机找寻周围能用上的工具。我学过泰拳，1对1的话，赵清平未必是我对手。可我现在双手被绑，受限太多。你想快活，倒是先把绳子解开啊，这样我们两个都不舒服。赵清平拽下我的裤子和鞋子，扔得远远的，然后才给我解开双手。他又来脱我的上衣，就在仅差一只袖子脱下外套时，我一手拽紧衣袖，另一手反向一绕，
用上衣将赵清平牢牢锁住。这种危险时刻，我下手极狠，我按住他的头，一下又一下猛劲撞击地面，直到他晕了过去，才将他绑起来。我穿好衣物，外面也有了动静。我爬到地下室门口，打开了门，看到警察同志的那一刻，我虚脱地坐在地上大口喘气。证据确凿，赵清平被判了刑，本来不会判那么多年的，可数罪并罚。我把之前他在公共场合播放我私密视频的证据也一并递了上去，这也算是为了让他多吃几顿公家饭，我贡献的最后一份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